这一期想跟准备来新加坡留学的朋友们分享一下，千万不要为了进一个好学校，在新加坡谎报地址哦。大家都知道，外国学生如果要考进新加坡的本地中学的话，需要考那个 AEIS 的考试。那 AEIS 考试呢，如果能进的话，它会根据你家庭地址的所在地区进行一个分配。那有一些家长为了能进一个比较好的学校，如果他的朋友或者说亲戚正好住在有好学校附近的地址的话呢，他们就会在想，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地址换成那个，所以能进好学校的几率更大一点。那我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说千万不能做这种事情。在新加坡做任何投机取巧的事情都是非常之危险的，因为新加坡这边的法律确实是蛮严苛的。不过有一点是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其实在中国有学区房这个概念啊，但是在新加坡是也有，但是你并不需要去买一个学校附近的房子，租那边的房子，就是有那个租住的地址也是 OK 的。所以就是为家长们省了一大笔钱，对吧？那新加坡教育部呢就制定了这个规定，居住在某一个学校1公里以内的学生呢会有优先入学的权利，其次才是1到2公里，再次就是2公里以外。之前就是有一些家长确实有干过这样子投机取巧的事情，就是把自己的地址改成另外的地址，孩子也确实成功的进入了他们的理想学校。但是因为地址是谎报的嘛，有一次在教育局进行家访的时候呢，就是发现这个孩子的地址并不是那个正确的地址，而里面居住的是一对美国的夫妻，那这把戏不就被戳穿了吗？根据法律的话，虚报资料罪的刑罚是坐牢最长1年，或者罚款最多5000新币，或者2者兼施。最后这个孩子就是被退学了，并且父母呢也面临了这2项惩罚。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不偿失了，为了进一个好学校，然后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最后是啥也没得到，还有了这种污点。其实新加坡所有的学校呢，他们的师资是差不多的，因为他们的教师是采取轮换的制度，有的时候这个老师会从这个学校跑到另外一个学校，他们是隔几年会轮换一次。这是政府为了让他们所有的学校的师资保持着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平，就不会出现某一个学校特别好，某一个学校特别差的情况。当然了，因为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蛮卷的，也是有一点卷的一个国家，所有的家长心中还是有所谓的那个最好的学校、比较好的学校和没有那么好的学校。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不管孩子进什么学校，只要他有那个心思去学习，都可以有一个好成绩。比如说我当时进的就是一个普通的邻里学校，但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年级第1、年级第2，最后也进了非常好的 JC。所以只要有这个心思在学习上，那么该努力的还是会努力，不管在什么学校，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。作为一个外国人能进新加坡的政府中学已经是非常棒的了。